这个男人使劲一吼，下一秒瞬间变成石像超人。教练当场懵逼，一辆车猛然砸了下来，可他轻易就将车举过头顶。你们说他牛不牛皮？再牛皮也没有能打出这个表情的人牛皮。原来这所高校正在选拔超人，打出牛皮的人会被分到超人班。有路飞能够伸长四肢的，有一口能把别人冰封的，或者这样瞬间变出千手观音。轮到小卷毛时，他却吐出一口82年的老痰。就这样，哎呀我去！可下一秒，柱子竟然被腐蚀了，这必须超人班啊！马屁精男孩直接变成教练的模样，教练果断让他进超人班，而不牛皮的则只能当超人的小跟班。眼镜哥不当厨师可惜了，下一秒他瞬间躺在地上变成番茄酱，而这个小萝莉只能变成小老鼠，再或者这个女孩只能变出橄榄球。毫无疑问，这些通通都只能当跟班。穿黄衣服的直接主动来到台上，只见他深吸口气拍了下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教练问他：“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时？”小伙却说：“看，我在发光，只不过得到晚上才能看到。”果断去当跟班学渣。可轮到大猛时，他却没有一点超能力。教练甚至不相信，直接降下一台汽车。我勒个去，好险！还好大猛反应及时，原来大猛的父亲是这个星球最强的超人，一拳就能将怪兽干翻。母亲则有着空中小飞侠的称号，是一个超人家族世家。这天父亲上楼喊大猛吃饭，大猛却佯装将铁饼加上，假装锻炼数到2万。怪不得教练不相信，原来大猛真的没有超能力。那你一定跟你母亲一样会飞吧？教练一个弹簧将他甩飞666米远，结果大猛瞬间倒地不起，无奈只好去当超人跟班。医护两眼放光替他检查身体，结果却一点都没有问题。路飞延长手臂，故意将大猛绊倒，坐在一旁的火焰男被番茄酱洒了一身，瞬间怒气飙升999。大猛吓得连忙道歉，火焰男双手燃烧火焰，直接将火球甩了出去，大猛手中的餐盘都被融化了。接着火焰男根本没打算停手，吓得大猛赶紧跑去找灭火器，可下一秒路飞却直接将他绊倒，大猛赶紧就躲在餐桌底下，他拼命般的开始逃跑。火焰男见状不断的扔出火球，见不到大猛的人影，转头就要攻击他的朋友。眼镜哥吓得直接变成番茄酱逃跑。就在这时，大猛突然觉醒超能力，变成大力水手，瞬间就将桌子连同火焰男甩飞了出去。大猛刚好要找绊倒他的路飞算账，路飞却简直比猴子跑得还快。这时火焰男不甘心站起身，手臂散发着火焰，把老师办公室都干穿了，这让原本就头大的老师更头大了。最后惊动校长出来阻拦，带他们来到禁闭室反省。获得超能力的大猛一回到家，没曾想到手稍微一用力，家里的24K 大铁门就被他拽了下来。一见到父母，大猛激动的就将母亲举了起来，并把自己获得超能力的事情告诉他们。父亲高兴的直接与大猛拥抱，甚至还给那些不长按点赞的准备了10年都写不完的学习资料，希望你们能考上好的大学。你们觉得父亲做的对吗？对的扣1，不对的扣2。第二天上学时，大猛理所应当从一个跟班转进超人班，这是超人班的大头老师，本来头就那么大，看到大猛他又头大了。在这里，大猛还跟学校里最漂亮的校花变成了同桌，这把大猛乐得合不拢嘴。校花也特别厉害，他只要就这么轻轻一挥手，瞬间就能把机械零件变成武器。大头老师还不信，对准后面的学生直接一发，将他变成了冰冻小子，这让老师头更大了。体育课上，学校组织了一场解救人质任务，大猛与火焰男一组负责解救，路飞和小胖负责阻止他们。路飞二话不说，直接伸出80米的手臂将小胖甩出，速度飙升，肉眼看不清。火焰男和大猛被这突如其来的速度瞬间干翻，紧接着路飞二话不说，直接朝着火焰男身体缠绕，火哥直接全身冒火，一旁的大猛只要一站起来，就会被高速的小胖摔倒，火哥直接一个火球朝对方打去。可不料老师成了接锅侠，大猛见状不妙，直接一拳朝着体育馆的地板打去，两人瞬间就被炸飞。大猛将路飞绕着柱子缠绕300圈，小胖直接利用高速朝着火焰男原地绕圈，不仅吹灭了他的火焰，还带走了周围的氧气。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大猛直接拽起小胖朝着路飞猛然一砸，两个人瞬间失去战斗力。就在还剩几秒的危急时刻，大猛抓住火焰男朝着人质方向瞬间甩出，最终人质获救，他们也终于迎来了胜利。学校举行一次晚宴时，校花却露出了他隐藏的真面目，原来他才是地球最大的黑暗 BOSS 闪电天王，利用闪电直接将周围的大门关上。接着他准备拿出他的秘密绝招动感光波，这神奇的光波就连大猛的爸爸都支撑不了，凡是被光波打中的全部都变成了萌宝，所有的萌宝都坐着婴儿车流水线般的被运输了出去。刚写完作业的大猛闻风来此，闪电女戴上面具朝着大猛飞去，过程中穿透无数墙，接着又将他瞬间弹飞888米，大猛从1万米高空朝下摔起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昨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，瞬间又飞了回来。继承神力的他接着一拳搞定闪电女，
最终在婴儿大头老师的指挥下，大家都如愿恢复了原样。自此，地球恢复了和平。大猛也将继承父亲，承担起保护地球的任务。支持大猛的可以给他点赞。我是白昼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